嗨，大家好，我是 Sean， 欢迎大家回到 Workforce 劳动力量。大家在找工作面试的时候，是不是都有听过面试官跟你说，这份工作其实是属于责任制呢？那其实理想的责任制对于员工来说，应该是把工作做完就可以下班的，只要负起自己工作分内的责任就好了吧？但是对于老板而言呢，他所想的责任制可能是认为说，员工必须要把工作做到完才可以下班。这两者虽然很相近，但是在心态上却有很大的不同哦。其实责任制并不是老板说了算。为什么这个名词会在台湾这么盛行呢？就像我们刚刚前面开头所说的，其实老板所想的责任制是无限责任制，但是对员工而言呢，他所想的是有限责任制，所以两者在心态上就会有很大的差别。那这个呢，也会是导致常会发生劳资争议的一个原因之一哦。那么有关责任制，我们要怎么样去判断劳资双方谁是谁非呢？其实，在台湾法令上并没有完全责任制这样的制度，但是却有类似的规定，也就是我们现在要讲的劳基法第84条之一的规定。那劳基法第84条之一呢，是可以让一些具有监督或是管理责任的这些专业的人员，或是负责监视性工作的这些人员，或是他的工作性质是非常特殊的工作者呢，可以去另外约定他们的工作时间或是休假这些劳动条件，就可以不受劳基法一般的这个工时制度所拘束哦。那举例来说呢，最常见的劳基法第84条之一的这些工作者呢，比如说像是保全人员或是养护机构的照服人员或是像是空服员工地的监工等等，这些都是很常见的劳基法84条之一的工作者哦。在台湾目前总共大概有30多种的这个特定工作是可以约定这个制度的。那我们也会在下方的资讯栏提供我们网站的连结，让大家去看说到底有哪一些的工作者目前是可以适用这种类似于责任制的这个特定工作哦。如果大家想知道目前有哪一些特定的工作者可以适用劳基法第84条之一规定的话，也可以参考我们的网站。我们在网站中呢都有列出了这些适用的日期以及他们的依据哦，大家就可以去看一下。那么即使是经过劳动部指定去适用责任制的这些特定工作者呢，也不是说只要指定适用就可以直接适用这些制度哦，那必须要经过劳资双方通过书面的方式去特别约定他们的劳动条件，然后再把这个书面的约定书呢送交给地方的主管机关，就是像北市劳动局或者是像高雄市的劳工局等等这些地方的主管机关，由他们去审核，做到核备的动作之后呢，这个约定才会生效哦。那像台北市政府劳动局呢，甚至每个月会去发布说有哪一些的事业单位有去核备了这些劳基法第84条之一的工作者，让这些企业的名单呢更加透明，大家也都可以去看一下这些网络上的资讯哦。那再回到我们的标题，我们说上班用打卡制，下班却是用责任制，这样到底可不可行呢？这样当然是不行的哦。其实依照劳基法规定，雇主本来就应该要去制备这个出勤记录，去记载劳工的工作时间，而且要记载到分钟为止哦。所以如果你上班是用打卡的，但是下班却没有去记载到员工下班的这个时间，很有可能就会违反劳基法第30条第6项的规定，等于说没有核实记载劳工的出退勤时间到分钟为止。那有一种情况呢，是老板把不打卡这个制度呢，当作是一个给员工的福利。那这种情况是可不可以的呢？其实双方是可以去约定这样的福利，没错。但是去记载员工的出勤记录呢，这个是老板的义务哦。所以如果老板呢什么出勤记录都没有做的话，很有可能就会变成是违反劳基法第30条第5项的规定。如果被查证到的话，可能就会被处以9万以上45万元以下的罚款哦。那么责任制呢，经过了双方的约定之后，就真的不受劳基法的限制，工时都完全没有上限吗？当然不是哦。其实依各个地方政府呢，他们都会定出自己的工时标准或是审查原则，所以就算你经过双方去约定的这个责任制，经过了这个地方政府审查之后，还是会定到一些限制哦。那以这个保全人员来说呢，很多县市政府都会规定保全人员他的单月正常工作时间不可以超过240小时，那再加上额外的加班时间48小时之后，一个月的总工作时间是不能超过288小时的哦。那另外还有一个规定就是一日的总工时也不可以超过12小时。那其实还有很
很多细节的规定，大家都可以去参考一下各地方政府所定出来的这个工时的标准与指引哦。不过呢，虽然工作时间是有定上限，但是1个月288小时。等于说一天如果工作12小时的话，要上到24天，其实这个工作时间是真的还蛮长的啦。所以这个部分，希望未来还是可以再多改善一下这些特定工作者的劳动条件哦。那以上呢就是有关于今天责任制的一些简单的介绍啦。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也欢迎都在下方的留言栏跟我们这边做讨论哦。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请帮我们按个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然后也帮我们多多分享这支影片哦。那我们就下次见了，拜拜。